还有很多事情。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？说给大家听听啊。是我闺蜜，她是刚才会上的记者，举了3次手都没有被肖总点上名。她知道我跟肖总和童总在一起吃饭，就是说想让我帮她问几个问题。不合适吧？肖总正在吃饭呢。哎，张总，没关系。啊，既然肖总同意了，那你就问吧。那我问了啊，肖总那么帅气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你这位记者朋友是跑娱乐新闻的吧？哎呀，他要做语义的深度报道，肯定要对肖总个人下功夫嘛。肖总如果实在不方便，我就有过几个？哎，没大没小。一个。肖总爽气啊！那肖总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你生命中唯一的那个前女友？真想听。哦，平淡无奇，就像一杯白开水，对人无益也无害，可喝可不喝，不咸不淡，比比皆是。很有哲学韵味。是啊是啊。肖总，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说前女友的坏话，您看起来不像是那么没风度的人呀。我说的算坏话吗？他当年也是这么说我的。猛料啊，猛料猛料！肖总这么优秀的人，居然会被前女友嫌弃，你看很没眼光哈。我对八卦是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我也是。哎，这是我们点的餐。沸腾鱼片。有没有搞错呀？沸腾鱼片不加辣，这是哪门子做法呀？是那位先生特意嘱咐去辣的。我吃的钵钵鸡。正好，我们林总监今天胃也不舒服，也吃不了辣。对对对。啊，下次了啊，林夕啊，你以茶代酒，我陪一杯，一起敬肖总的绅士风度。您客气。多谢肖总。嗯。打到我这儿来了。你惹的事儿，你去搞定他。行。喂。爸爸 ，Where are you？ 我跟妈咪在忙啊，你怎么还不睡？ I can't sleep without you。都这么晚了，必须要睡觉了啊！妈咪马上就回去了，好吗？ Can you come back soon？ 听话啊，把灯关上，先睡，好吗？放心吧，妈咪马上就回去了啊，我们在开会呢，好不好？林总监似乎对今天的菜品不太满意啊。张总，实在抱歉，孩子一个人在家，我们必须得回去了。哦，年轻有为啊！哈哈，孩子重要，孩子重要，孩子重要。抱歉抱歉抱歉。孩子重要。那我们先告辞了。抱歉啊，各位。有时间来公司喝茶啊！一定一定。您慢吃啊。哎，慢点啊！肖总，肖总再见。好。这顿饭吃的啊，如芒似贝。想不到肖总跟童总是夫妻啊！
完了，我刚刚还问什么前女友怎么办呀？完了完了！那为什么要让你前女友误会啊？什么？误会 Peter 是你儿子啊？干儿子也没错。有完没完？跟我还要隐瞒啊？我去给 Peter 打包一份桂花酥。梅天，林夕，今天辛苦了啊，抓紧送他回去休息，我们打车走。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他是为了你才把费同玉去辣的。想多了，本来就不能吃辣。菊花茶怎么解释？他自己想喝呗。所以他在餐桌上说的是真的。什么8年前你因为嫌弃他没出息才分手。重复了800遍的问题，有意思吗？重复了800遍的谎言，有意思吗？我大3去当兵之前，你们2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等我退伍回来之后呢，你嫌弃人家没出息，跟人家分手。林夕，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到底因为什么原因？我承认，我们爱过，但跟他在一起2年的时间，他一直都是懒傻馋呆。跟他在一起，日子一眼就能看到头。这种人不分手留着过年啊？你呀，嘴硬的。老肖，别闹，不好笑。我，嘿，干嘛？你吓谁啊？就算他人在这，我也这么说。你看他刚刚在那上面那个小家子气的样子。是不是嘛？就我跟你说那个四海的副总，他之前就是小家子气又矫情，我就跟你说过呀。啊，老魏，8年不见了，还好吗？怎么还不走？孩子要吃桂花酥，刚才听见谁说我懒傻馋呆来着？啊，说我呢，说我要多跟你学习学习。是啊，你看人家肖总现在，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简直就是人生赢家。看来我还得感谢您当年的不嫁之恩了。改天喝酒啊！好，好。你这张嘴啊，真是害了。怎么了？现在对我来说就是 nobody。过了今晚，我们2个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。走吧，送你回去。啊，你把莎莎送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回去。OK。车后面有矿泉水，渴了自己拿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你是林夕的表妹，之前没听她提起过你啊？我跟他12岁以后就没见过面。这里……哦，这是以前的老伤了，怎么吓到你了？很疼吧？当时哪顾得上疼啊！一帮学生，毕了业然后去旅行，一半人进了山，没出来。等到把人救出来的时候，才发现呢，有这么大一条伤疤。那些人肯定很感激你，一辈子都忘不了你。哼，希望这些人以后别瞎折腾，给别人添麻烦就行了。
举手之劳。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肖总您好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晚上饭局上不喝，自己回来偷偷喝呀？谈谈吗？这大半夜的，谈什么工作呀？不谈工作，谈谈你的前女友。你们为什么分手啊？为什么分手？我说了我不同意。3年了，我一直希望你们改变，希望你们可以上进。我希望你可以考进马蒂斯理工，而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学校。肯巴迪很好，非常好啊！我不想跟你多说了，在你身上我看不到希望。谢谢。3年了，3年的感情都比不上学历史。没错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海江大学毕业的吧？他嫌弃一个海江的优等生没出息。当年他想让我考马尔蒂斯，结果我只拿到了肯巴迪的 offer。肯巴迪只是小了一点儿，和马蒂斯的排名接近，而且学术各有侧重，都是顶尖院校。林夕不可能不知道。你确定他是因为这个和你分手的？很荒诞吧？啊，但是很真实。我还是不敢相信。林夕一直都是一个唯成功论的女人，
只要没有达到他的要求，就会被无情的抛弃。所以你这次回来，是想报复他？早点睡吧。别喝太多啊。奶奶，您还没睡呢？哎，我老年人觉少，不是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正好，有一段翻译想要请教一下您。哦，就临场反应来说，你翻译的还算妥帖，还算。如果后半句你译为 A gentleman should carry goods with great virtue, just like deer spares everything on it， 会不会好一些？哇，我怎么没想到呀？我当时要是这么翻译的话，就太完美了，后悔了。你呀，跟你外公一样，老是对自己太严苛。我跟他才不一样呢，我跟我妈那就是家族败类，那可配不上人家高教授的德高望重啊。这在古代啊，就是死了都进不了祠堂的那种。看看这嘴也一样，得理不饶人。你得理解你外公，你妈妈当年多优秀啊，你外公就指着她继承衣钵呢，结果被你爸拐走了。其实我觉得吧，也不是非得当上翻译官才是人生赢家。您看我妈现在桃李满天下，多好呀！那你为什么要当翻译官呢？还要去联合国？我困了，早点睡下。李奶奶晚安。好，睡去吧，睡去吧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？呀！送你一片，好了再找我啊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同学，你需要面膜吗？我给你推荐一款，这是茶树黑面膜。可以吸附脸上的油脂，还可以溶解黑头。5片起效，10片巩固，20片保你终身无黑头。你是？哦，你是卖面膜的呀？兼职勤工俭学，你需要吗？要啊。你要多少？我都要。都要啊？我这就剩2盒了，给你吧。本来60，给你便宜50。行。10，给拿好。下来。哎，同学，那个，我怎么联系你啊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用得好的话，我得联系你啊，是不是？哦。来，我是夏美大学英文系的，叫林夕，需要找我啊。来。哦，我叫肖一成，海江大学计算机。拜拜。A gentleman should strive for self-improvement, just like the universe does in evolution. A gentleman should cultivate to become tolerant, just like the earth bears everything on it. As the heaven is vigorous, the gentleman should pursue self-improvement. As the earth is all-encompassing, the gentleman should be tolerant.
As the heaven is vigorous, the gentleman should pursue self-improvement. As the earth is all-encompassing, the gentleman should be tolerant. 哎，喂，肖总，你稳住啊！什么事儿？你千万要稳住啊！你先说什么事儿？你现在方便上网吗？我发个链接给你。 ובכן, אני מתכבד ונרגש לספר לכולם שגרסה האחרונה של מתרגם TLA שיפרה את מהירות העברת התרגום ל-0.5 שניות תוך יצירת תקשורת כמעט רציפה לחלוטין ואני מאמין שזה יהיה אחד השיפורים המשמעותיים ביותר בעידן התרגום 他们捂着新版本秘而不宣，就是在等着我们先开发布会。 我们的翻译速度是0.9秒，他们就提出了0.5秒的概念。现在所有人都以为 TLA 领跑智能翻译了，真是小人。肖总，怎么办呀？先让我想想。喂，喂。哎，出事儿了。 TLA 的新闻直播我看了，我不是说这个，你最好现在就来公司一趟。夏总早。肖总好。肖总，怎么才到啊？哎，有事耽搁了。丹宁这边怎么样啊 ？OK 的，接进来。接类的发布会看了吗？看了。我需要一个解释。当初预向我承诺，你们开创了翻译器这个独一无二的品类。 你们是这个赛道里的 No.1， 但现在 TLA 的速度足足比你们快了0.4秒。Tenho de ir de bicicleta, Fulton. Tenho de ir a Fulton hoje mesmo, entendes? Tenho que ir. What do you want? What? Quero ir de bicicleta a Fulton. 如果您选择骑行过去的话，我觉得这不太现实，因为从这里到福城是要走高速的。如果您要选择走国道的话，那会非常耽误时间的。啊，对了，最近还会有台风，所以啊，我不建议您选择骑行。OK. Se de bicicleta não é boa ideia. Passar a via expressa vai de estrada. Não entendi. Esta tradução tem problema? Problema. Não entendi. 您好，您再说一遍。如果您选择骑行过去的话，我觉得这不太现实，因为从这里到福城是要走高速的。如果您要选择走国道的话，那我觉得是非常耽误时间的，而且这2天会有台风，所以我不建议您选择骑行。For you. Uau! Se quiser ir de bicicleta, não acho uma boa ideia, porque deve passar a via expressa para Fuchang. Se você vai de estradas rurais, vai demorar muito. E acho haverá tufão nesses 2 dias. Então não recomendo ir de bicicleta. 再见。肖先生，请留步。请问您这个手机翻译器是在哪里买的？能不能给我一个链接？我们现在的公寓越来越多的外宾前来入住，就在前2天还来了一个冰岛的顾客，我完全是靠着比划着跟他交流的。当然可以。啊，好，谢谢。 TLA 这招奇袭，在我们预料之中。
所以你们是故意留了后手啊？对。好，很好。另外，我纠正一个观点：快不一定是好。既然你这么胸有成竹，肖一成，我很期待你们的2.0版本。我们会做到既快又好，2.0版本会有质的飞跃，技术评估会到99分。那我拭目以待。你在忽悠投资人？我没有。你不会真想把评估分数做到99分吧？肖一成，你在给自己下套。要做就要做到最好。且不说你能不能做得到，我能。但从商业逻辑来说，产品不能一蹴而就。2.0版本改善速度，3.0版本完善技术，4.0版本……简单来说，你就想每一个版本都薅个羊毛呗。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。两位总，科技新势力的人快到了，要不要让他们等下？不用。童心，别忘了当初我们为什么一起创业。外公，早啊！早啊，韩妮。外公，你现在忙不忙？有事啊？我这有一段古文，第一段是我翻译的，第二段是我同事翻译的，你帮我看看哪个好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我觉得还是第二段翻译的比较好。Why？ 严复先生在他的《天演论·义利言》当中啊，提出了翻译的3个基本的标准，就是信、达、雅。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翻译要准确，要纪实，还要呢通顺，用词要典雅，这样才能把作品的全部的本意表达出来。你看，你翻译的只达到了第一个信的层次。你看这个单词 perseverance， 你看看你的同事的翻译 self-improvement， 他已经达到了第2个层次。你的同事叫什么名字？林夕。小溪。它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啊！外公，我先去上班了。加油，哈尼！与华生合作的项目超过一定金额，就会划分到我们大客户部。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龙头企业，也是常年由我们负责的。可是翻译它涉及很多语种，包括小语种。那大客户部兼顾得过来吗？当然，
首先，我们部门都是可口译、可笔译的全雷打型的高手。其次，如果实在人手不足或者客户需求高，我们部门也是可以和其他部门联动合作的。可以说，我们部门等于整个公司的特别行动小组。谁现在空？N91要这份文件翻译一下。天哥，这个文件很着急吗2天之内。可是大家手上好像都有活在干啊。要不这样，你去问一下笔译部，看看他们那边能不能调个人过来。笔译部？徐老师翻译文件，那必须得是1周以上。你现在给他2天时间，这不找骂呢吗？天哥，那怎么办？那又……我试试，可以吗？我觉得行啊。我爹地在国外是医学教授，所以一些生僻的专业术语我从小就接触过，相信我，可以的。真好，看来莎莎来了，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如虎添翼呀！走，带你去。别老看手机，聊工作呢，这样不礼貌啊！哎，好，来，谢谢啊。喝点水。阿姨，高教授还没下来呢，应该快了吧？先喝一口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要不咱去看看？哦，不用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别催他老人家。好。肖总，既然您说这套翻译系统不适于人工翻译，那么这个不适于的界定是什么呢？我们能否有幸看到一场人工翻译与智能翻译之间的比拼呢？当然。此刻，在铜泉间内坐着的是我国顶级翻译公司华生首席翻译口译员林夕。林夕女士，你准备好这次小比拼了吗？孙导，我们 rundown 上没有这个环节。这是今天早上我们陈老师要求加的。陈老师不但是我们栏目的主持人，还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，所以我们要求暂停，重新过流程。走，这是现场直播。核心算法全面提升我们智能系统的性能。肖总，在语义发布会上有这样一段关于智能翻译与人工翻译的比拼，但是胜负未明。今天您能否给我们一个关于胜负的定论呢？胜负未明，或许只是暂时的。人工翻译在未来将会输掉所有的比赛，或许在未来这种比赛根本就不会存在。智能翻译取代人工翻译，只是时间的问题吧。肖总这么说，我可不可以理解为，您是凭一己之力挑战了整个翻译界？哼，科技的发展不是我肖一成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，但是在推动智能翻译取代人工上，那我一定是乐见其成的。我相信，有我的参与，用不了多久。在我们的科技新势力，有很多 CEO 都撂过各种狠话，但是恕我直言，最终能够实现的寥寥无几。其实对文字翻译也没什么。来了啊！哎，高教授，坐吧。哎，您坐。哎，对了，高教授，
这是文丽啊让我给您带来的麻衣酒，说这个呢对风湿特别有用。我的风湿病，医生已经看过了，说不让我乱吃补品。哦，说这个偏方特别好，要不然您试试。心意我领了。不是也行，那您就把它送给您的朋友吧。拿脾气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哦，不是说你们有一个同事，平常就喜欢拍马屁，还老针对我。那你就要反思一下，他为什么要针对你啊？反思过了，就是因为我太优秀了，嫉妒我呗。毕竟年年的优秀议员是我，升职加薪也得受嘛。高教授，这孩子，你看他，我们语义向来信奉知行合一，不知道你在看完我们展示之后，是否认同我的观点？我认不认同不重要，我好奇的是，传统翻译行业会怎么看待肖总的观点？稍后请导播连线。你们还要连线谁啊？林夕，童总，这也是我们陈老师临时加的一把。你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高教授，你看小西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您别介意啊。喂，林总监，能听到吗？很清楚。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，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正是昨晚和语义翻译器比拼的议员，华生翻译大客户部总监林夕。林总监，别来无恙。林总监，刚才肖一成肖总说，智能翻译很快将会取代人工翻译，对此您有何高见？不敢苟同。哪怕是机器听懂了每一个单词，但人工智能翻译仍然有3座大山无法逾越。能否详细的跟我们聊一聊？第一，意思多义，就比如说 mission 一词，基本意思是交给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一项重要的任务，而这通常是需要旅行到国外才能完成，而在这基础之上，又可以引申出使者、使命、使团、出差、任务、特派团、传教团等具体意思。译者需要通过上下文的意思来判断出翻译为使命还是使团，是传教团还是特派团，而这判断并非是一目了然的。如果把这个翻译交给机器的话，那他们就会通过计算所得出的概率来翻译出最常见的意思，这往往就会出错。林小姐，请不要忘了，人工智能不是机器人，它是具备学习能力的。随着算法的不断改善和进步，一词多义的准确选择将不再活下。第二，句子的复杂结构。当然，站在肖总的立场，也是可以拿算法来说事儿的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智能翻译最难逾越的就是第3座大山。不管它多智能，机器是没有人的温度的。陈主播，史林克老师你知道吗？当然，他是我们配音界的大拿，可惜5年前因为交通意外去世了。没错，他去世的3年之后，有一位纪录片导演找到了我们团队，他们正在制作一部史诗级的纪录片。尝试了许多配音老师的声音之后，他们依然认为史林克老师的声音最贴合片子。可是史老师人已经不在了。没错，但是语义利用了人工智能的算法技术，大量收集史老师生前的声音素材，最后复刻了他的声音，成功为纪录片配了音。我们还根据史老师生前声音的特质，研发了7国语言版本。试问如今哪一名议员能够以1敌7啊？
现在，这部纪录片和那熟悉的声音，能够永远陪在他的家人和喜欢他的听众身边。林总监，科技没有温度，这观点已经过时了。科技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，远超你的想象。让机器开口说话，让机器说任何人的话，让机器说任何人的任何话，这就是我创造语义的意义所在。肖总，您说的智能翻译全面取代人工翻译，这个时刻什么时候可以到来？林总监，你认为呢？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。相信我，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。有力气啊！高教授，我们种的这个有机樱桃啊，马上就要下树了，到时候我给您多拿点过来。别带了，我就一个胃也吃不下，前几次带的吃不下都坏了。啊，哎，怪我考虑的不够周到。那行，下次呢，我给您少拿点来，您尝尝鲜儿。但是现在这个应季的水果呀，营养价值特别高，是不是，西西？哦，我爸那的水果都是绿色有机的，您多吃水果对身体好。那就少带点吧。哎，高教授，燕饺煮好了，西西爸爸，快过来趁热吃点。好，我们就不在这儿吃了吧？怎么不吃呢？你小时候不最爱吃燕饺了吗？是啊，不太方便吧？我上太极课去了。哎，您不是1、3、5的太极课吗？今天是周2。我说上课就上课，改了。难道我记错了？不是您记错了，是我们来错了。西西，怎么说话？翻译当中啊，议员是主人，机翻是仆从，信达雅，去无存精，这样才能体现议员的价值和魅力。高教授，西西，快去吃饭。高教授心里啊还是有你的，他知道你今天要来，专门让我做的燕饺。怎么会呢？还有呢，你参加的那什么翻译机的发布会，他来来回回看了3遍呢。好久都没吃您做的燕饺了，待会儿我要好好尝一尝。你呀，要是跟你外公说话，那小嘴也这么甜，他就不会这么冷淡了。我看未必吧。您看我爸拿热脸贴他冷屁股贴了30年了，不也没用吗？好了，快去吃吧，一会儿就凉了。哎，走了。高教授，高教授，哎，其实陆江宾馆也不错呀。你看，100年老店，大气又有档次。可以啊，都行。哎，西西啊，你外公办大手，你能不能不这么敷衍我呀？就是因为高教授的大手才应该敷衍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西西，他是你亲外公。老爸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去他们家，他们对你什么态度呀？觉得你配不上我妈，不认可你？他们正眼瞧过你一次吗？怎么说，好歹你现在也是个企业家吧？啊，是我们村里一枝花，硬气点行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还要在你外公面前拿个架子呀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想太多事。哎，跟你说好消息。我去联合国的事情有眉目了，高兴吗？干嘛？你要是舍不得我、想我了，就跟老妈来看我，坐个飞机啊，就当旅游了。
也挺好的。你在下海上大学工作已经够远的了，你这还要跑到国外去？哎呦，我的个妈呀！真是。那只要你舍不得的话，算了，我就跟公司说不去了。哎，嘿，你这孩子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等您电话。哎，再见。很闲吗？继续你刚才的话题。肖一成，做企业赚钱活下去才是第一位。同意。那你比别人好是没有用的。今天的自己要比昨天的自己好，只有颠覆了自己，才能不会被别人干掉。然后呢？你知道宾果用了几年干掉了诺维吗5年。准确的说，3年。2007年之前的诺维一直沉浸在鼎盛的康森系统，他们的旗舰款 C30大卖，正在积极的为康森系统的未来做布局，一如现在的 TLA 一样。他们沉浸在快就是好的错误逻辑中，但是当机器不好用的时候，快反而是一种讽刺。我可以现在就把1.0推出去，隔几个月把提速版本包装一下，冒充2.0上市。每个版本提升只有那么一点点，却可以一波一波的割韭菜。这的确能赚钱，但是不是我想要的。距离我们承诺投资人研发2.0版本只有半年时间，你来得及吗？当然。行吧，谁让我上了您的贼船呢？请进。肖总，你好。童总，这是本周需要签单的明细表。好。林夕，出事了。雨衣竟然因为发布会的事情投诉林峰，但是那天童总明明很满意啊。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3次投诉。林夕，知道了。小人。怎么了？陆克里跑张总那儿甩锅去了。说说吧，针对雨衣的投诉怎么办？这个林峰是林总监的人，让我很为难。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那客户那边，我该怎么交代？以陆总监的资历，我相信您一定可以给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人毕竟是你们部门出的，活是你们部门派的呀。老陆啊，你先出去。下午我去趟雨翼，这件事我来摆平。刚才老陆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表态啊？主动背锅和被动诬赖性质不同啊。你呀，要注意团结，说话做事要照顾同事的感受。明明可以送个顺水人情给老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对于好意思为难我的人，我一向都好意思怼回去的。干活去了。哎。林总监，王哥，不好意思打扰你工作时间了。林总监，您太客气了，叫我毛毛就好。那，你年纪比我小一点，你也别叫我总监了，就叫我西姐就行了。好，西姐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想维护一下客户，想问问，你们公司发布会是对我们翻译有什么意见吗？挺好的呀，洪总对你们公司呀，主要是对你赞不绝口，说以后有机会合作，一定优先考虑你们。那为什么会投诉我们的议员呢？啊？没有吧？今天都走流程签汇款单了呀。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西姐，你稍等。喂，林总监的合同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西姐，是这样的，投诉是我们肖总下的命令。肖一成。啊。您别介意啊，肖总摩羯座，有时候较真了些。可，哎呀，这件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吗？除非你能让肖总改变主意。In separation,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. 你们觉得这句翻译的怎么样？小猴，你说说。这是张儒老师翻的吗？不像，感觉一文中自有风骨。哎，这句啊，行行生别离，这简直是鬼斧神工啊！肖总，这该不会是您翻译的吧？钱老先生，但我会把语义2.0的机器做到这个水平。肖总，诗词歌赋这边从来不是翻译器的主流作用啊。开会呢。不是主流，但不代表不需要。华生林夕那晚的翻译你们都看了吧？既然都看了，那你们说说，翻译机和它的区别在哪？1000个人对诗词歌赋本来就有1000种理解方式。像傅老和张儒这样的翻译大神，他们是极具天赋的，但天赋属于玄学，是大脑神经末梢在控制。这种生理性的东西，我觉得技术是做不到的。肖总。肖总，林总监在楼下等你很久了。看来给你发工资的另有其人呐。肖总，不好意思，打扰到您了。怎么？你是想继续上我的辩论吗？不是，我是一接到您的投诉，立马就赶过来跟您赔罪的。不知道肖总可不可以高抬贵手啊？是，冒昧拜访是我的不是，您可以抽几分钟时间给我吗？你是挺冒昧的，而且我很忙。我可以等。会议结束的时间还未定。没关系，我就在这儿等。
希姐，肖总这会短时间内不会结束的。没关系，有电脑，在哪都能办公。人工智能自主学习就是带着各种随机效应的反应函数。小伽马等于伽马 chi。chi 是输入，小伽马是输出，伽马是机制。但这三者都是无法观测的，所以我们必须从海量的数据中搜集 x 和 y 来代替 chi 和小伽马，然后从数据中一点一点的拟合出来一个 f。所以就是小伽马等于 f 吃，尽量让它的输入 x 预测 y 的误差最小。但是 f 完全是靠数据来驱动的，人工智能可以形成短暂的模拟意识，但无法形成持续的类人意识。小马，哎，怎么了，小冷？帮我个忙。林总监，来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前台忘给您倒水了。谢谢。你们平时都是这么忙的？哎呦，你别提了，本来1.0版本上市以后啊，我们以为可以休息一阵儿，不知道肖总受什么刺激了，非得要让2.0版本具备类人意识。机器又不是人，怎么会有人的意识呢？你也这么觉得吧？要不您帮我个忙，走，跟我来，来这边。上个厕所怎么上这么久啊？不是肖总，您不是让我送？偷懒还有理了是吧？林总监是我请来的外援。是这样，肖总，您说希望机器具有类人意识，但是我们觉得这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林总监，可以请教您一个问题吗？在翻译界中的信、达、雅，您作为专业译员，平常需要做怎样的工作才可以达到雅这个层面呢？微妙的感觉，还有自身的习惯。感觉这个东西很难量化呀，肖总。具体说说。那我举个例子吧。如果说你要向一个陌生人推销自己的产品，你如何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推销，或者说他被你安利的可能性有多少呢？凭感觉看眼缘喽。没错。简单来说，大部分人都会用感觉来做第一判断。那第二就是习惯，有的人喜欢娓娓道来，喜欢慢慢的抛出数据支撑；那有的人喜欢死缠烂打，磨到对方妥协为止。其实翻译也是个道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感觉是虚无的，但我们做人工智能需要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数据来支撑。也就是说，不同的人对于翻译有不同的认知。名著《飘》大家都熟悉吧？它的原名叫《Gone with the Wind》，但同时还有2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中文翻译：飘，乱世佳人。曾经我有一个特别酷的朋友，把它翻译为无忌，但我觉得其实随风而逝好像也不错。所以你们看，不同性格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翻译。我明白了。翻译人格。对，翻译人格。它能模拟主人的语速、语调、情绪，从而衍生出用户的专属气质。如果主人是一个冷僻果断的人，那么翻译出来的内容就应该是干练简洁的。如果主人是一个伤春悲秋的文青，那翻译出来的内容就有伤痛文学的韵味。
找人对付肖总，还帮肖总把难题攻破了。翻译人格，我好像明白，又不太明白。我明白了，感谢林总监的指点。肖总客气了。那不好意思。喂，老魏，怎么了？百日大会，赶紧回来。我这边还有事儿呢。总部丁总亲临指导，你不怕老陆作妖啊？行吧，我马上回去。不好意思啊，肖总。那既然您今天没空，我就改天再来拜访。看来林总监的诚意也不过如此。我本来想将今晚的晚餐时间留给林总监，你应该不需要了。林峰临场缺席，对语义的影响，就算我告到了相关学会，也未尝不可吧。肖总，大可不必吧？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还是矛盾激化，就要看您的选择了。那既然肖总愿意拨冗一谈，那我们华生肯定是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的。您确定晚餐有时间？一会儿我要去见个客户，见完之后我们直接聊，就麻烦你等我了。没问题。车得回公司。没事，我随便找个地方待着。这是你们学校啊？我回计算机系找黄教授讨教点问题。那你快去吧。找地方等我吧。丁董啊，大家都坐吧啊！我就是一个闲杂人等，不用管我的啊。坐坐坐啊。哎，林夕不在啊？林夕很忙的，平时这样的会议他一概不参加。哦，客户那边临时有事，林夕去沟通一下。林夕要是知道今天丁董亲临，怎么也会挤出时间来开会的。能够让林夕亲自出马的客户，那一定非常重要。他的人出纰漏了，林总监去挽回客户了。
嘉康，开完会你留一下。好，开始吧。老陆告状了。等着，我撤销投诉，漂亮打脸。走吧，边吃边聊。我请客，确定？这是我们华生应该的。肖总，我知道一家不错的西餐厅，就在这附近。不用了。离开8年，我很怀念老朱家的溜肥肠。你先给我来一份溜肥肠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溜肥肠，卖完了。我们店里就没有这道菜。新来的吧？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，不代表没有存在过。说话要严谨，知道吗？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找茬的呀？什么意思？我来点吧。好。要一个菜头片、油焖茭白、酱爆猪肝、酸辣汤，还要2碗米饭，谢谢。好，稍等。味道一定是变了。行了，说吧。肖总，林峰临阵失常，确实是我们的错，我向您道歉。后续华生也会尽力弥补我们的过错，所以也希望肖总可以体恤医院的不易。我为什么要体恤？我是做体恤行业的吗？在来之前，我已经替羽翼争取到了整单95折的优惠。根据公司规定，如果投诉成立，那这一单也最多只能优惠一点点。希望肖总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诚意。那您还真是为我省下了一笔巨款啊，都够我在这儿请你吃2顿的。哎，两位，酱爆猪肝。肖总。行。好，慢用。先吃。变了，果然是变了，是不是变了？还行吧。还行。这个世上只有行与不行，还行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我不行。肖总，您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还是想问那个问题，林夕，在亲眼目睹了羽翼人工智能翻译系统之后，你依然觉得
传统翻译行业不会被颠覆和取代吗？如果我的回答令肖总满意，那您是不是考虑会做出撤销投诉的决定？智能翻译很了不起，继续。但是我们传统翻译永远不会被取代。哦，两位油焖茭白，端下去，后面的菜也不用上了。已经做了，钱我付，你们自己吃。没事，放下吧，我吃。哎，好。看来林总监就是来专心吃饭的，那我没什么可好谈。是变了，可这世上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呢？人总是要吃饭的，否则会被饿死。肖总太执着了。对啊，没错。事情发生过就是发生，做错了就要为此付出代价。林夕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执着。肖一成，我懂。这一天你等很久了吧？想要告诉我错了，想要让我承认我错了，对不对？这种痛打落水狗的感觉，酣畅淋漓，我能想象。不懂再说说。我懂就行了。其实，在重新见到你之前，我偶尔也会想起以前的那些事。有时候我觉得是我做错了，可是现在，我觉得当年的决定无比的正确。那可能是我人生到现在为止做的唯一正确的选择。肖一成，谢谢你，让我把一切都理顺了。林夕，肖总，我替华生诚挚地向您道歉，对不起。挣扎把心酸咽下，才好用故意的谎话目送你去往更远的天空飞吧。回旋的路啊，用冲锋试探牵挂。时光如何表达思念你的语法？当心结被踩下。会心一笑，用言语解答，恍然间像缩短时差，心把距离都融化。原来爱记得曾经的你我，惦念的情有独钟，激情漂泊，爱已陷入错，总会有风。吹散心无斑驳，重现你清澈的。
当当当当。什么呀？你打开看看，怎么样？厉不厉害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哎，那个，你叫我来是要跟我说什么吗？没什么，恭喜你。那嫁给我吧，跟我一起去国外，好吗？你求婚这么随便的呀？不是啊，那如果你不跟我去国外的话，我要这录取通知书有什么用啊？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为了一个男人，你要放弃进华生？你知道张家康顶着多大的压力呀，力排众议才录取了你。我知道，但是……所以你就像你妈一样，为了一段感情而放弃自己的梦想？我一直希望你能改变，希望你可以上进。我希望你可以考进马蒂斯理工，而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学校。肯帕迪理工很好，非常好啊！我不想跟你多说了，在你身上我看不到希望。3年了，3年的感情都比不上学历，是吗？没错。不懂。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他，你已经拿到了华生的 offer？ 那样他就不会走了。不走，不走有什么问题吗？那是他的未来，他的前途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一块儿走啊？仅仅是因为你外公的话？高教授的话，让我想到了我妈妈。当年，她也是在事业和爱情中选择了爱情。曾经有很多次，我看到她一个人，深夜坐在那儿，翻着自己的翻译手机。对于一个有梦想的人来说，那应该是非常痛苦的抉择吧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两个以后的日子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。可你也不应该那么跟人家说，那样伤害人家。人啊，年轻的时候就是要用最快、最狠、最决绝的方式解决问题。现在你也是，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能跟他说开了？
有区别吗？反正他都已经结婚了。你还爱他？重要吗？林夕，我觉得你可以跟肖一成说，这样他也不会在撤销投诉的事情上为难你了。魏天，是朋友你就答应我，我和他分手的原因，只有你知道，我知道。为什么？答应我，否则朋友都没得做了。喝着这点回家了。你先回，我去办公室拿个东西。Remember to like, follow,